居家养花，特别是在封闭的楼房养花，养这6种花，子孙一直发，旺财又旺家。而且这6种花还一种比一种好看，一种比一种好养。特别是第5种，还有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分享6种发财花。1. 长寿花。长寿花的寓意主要是健康长寿和招财纳福，非常适合摆放在家中。不但如此，长寿花如果养成老桩，价格会翻上几十倍。此外，在风水上，长寿花还经常被用来改变家中的布局，可以使人的生活顺利，身体健康。然而，需要注意的是，想要长寿花的寓意更好，长得更旺盛的话，切记不要摆放在阴暗的地方。长寿花是多肉植物的一种，叶片肥厚，常年翠绿，叶边缘有一圈锯齿形的花边，所以很多人觉得不开花的长寿花也是一盆不错的观叶植物，并且它的品种有很多，花色也十分丰富，所以它有着花叶俊美的美誉。长寿花的品种近年来越来越多，不同品种的长寿花，叶子的形状、花的形状，还有花的颜色都不同。最让人喜欢的是，不管哪个品种都超级爱开花，而且花量很大。开花时小花簇拥成团，极易开成一个大花球。很多人把不同品种的长寿花都养一盆，只要盛开，就是一个十分大气的长寿花小花园。秋冬春3季是长寿花的生长旺季，也是它的花期。只要温度不低于15度，它就能生长开花。若是想让它多开花，一定要给它充足的光照，多晒晒太阳。关于长寿花的浇水，因为是多肉植物的一种，所以浇水时要遵循干透浇透的原则。我们看到长寿花的叶片变软的时候，就要大水浇透。为了让浇水更高效，长寿花的配土建议使用多肉专用土，一定不能用原土。除此之外，修剪是养好长寿花的必须课程。平时的枯叶残叶、黄枝枯枝要剪掉，保证株形的美观和通风透气。当长寿花开完花后，残花败花也一定要修剪掉，减少养分的消耗，为长寿花的新芽和复花做好准备。2. 铜钱草。铜钱草的叶子好像古代的铜钱，家里养上一盆，仿佛放了一盆铜钱，像聚宝盆一样，不但让家里财源滚滚，还会把财运带给子孙。铜钱草的养护方法有很多，有些朋友用水培，有的用土培，还有的用半水半土的方式。但众多的花友都分享过，用半水半土方式养护的铜钱草是最容易爆盆，也是长势最好的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它是半水培的植物而忽略给它浇水，特别是夏季温度高，水分蒸发快，水培的根系也比较旺盛，花盆中的水分并不会特别多，在全日照的情况下，水分很快就会蒸发完了，一般每天都需要给植株补充水分。若缺少水分，可能1天之内就会全部倒伏发蔫，严重点就全军覆没了。除了浇水，还可以经常在植株周围喷雾，适当的增加空气湿度，能让铜钱草叶片颜色更加翠绿。因为铜钱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，皮实好养，很多人忽视了给铜钱草施肥。其实如果想让它长得大，必须要给它充足的肥料。不施肥虽然也能茂密的生长，但是叶子比较瘦小，养不出硕大的叶子，颜值当然也会受损了。铜钱草在温度15度左右就开始生芽生长，天气越热，温度越高，它生长的就越快，所消耗的肥料也就越多。所以养铜钱草，肥料最好以氮肥为主。但是一定要记得，铜钱草它是水培的植物，切记不可以在水里放置太多的有机物，要做到薄肥勤施，保持土壤水质的洁净。冬天若温度控制无法保证10度以上，可能会冻伤叶片，导致大量掉叶，或者让翠绿的叶片失去光泽，所以入冬前需要移动到室内，做好保暖工作。有些朋友养铜钱草，总是养在室内半阴的地方，不给它晒太阳，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做法。如果铜钱草长时间得不到光照，它的叶子就会越长越小，叶片颜色也不好看，严重点可能会导致植株徒长，叶片倒伏，所以一定要多晒太阳，有阳光的地方，轻轻松松就能爆出一大盆。倘若养护得当的话，它的叶片甚至可以长到鸡蛋那么大。更神奇的是，无论你用什么容器养铜钱草，1-2个月的时间就能长满整个容器，
底部的根系会通过窜根的方法不断向外扩张，有时看着它的生长，简直太惊叹于植物的勃勃生机了。总之，不要长时间放在室内，更加不要一直放在树荫下，放在别的盆栽下面被挡住阳光。如果你喜欢长寿花或者铜钱草，请给花花点个关注吧。3. 鸿运当头。鸿运当头叶片细长，葱郁雅致，花朵生于枝长的顶端，以红色为主，盛开之后红红火火，十分喜庆，所以被称为鸿运当头。如果家里的鸿运当头一直保持开花的状态的话，对整个家的气场都非常好，能提升家里的运势和财运。而想要保持鸿运当头开花6至7个月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养护技巧。大部分人买鸿运当头都是秋天，春节期间还能作为年宵花，不管是放在客厅还是书房，都很雅致大气。我们在花市看到的鸿运当头，大多是已经盛开的，买回家后要把它放在散光通风处，等它适应环境之后，就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光照。秋冬时节，建议放在光线明亮、通风好的地方，盆土干透的时候把水浇透，浇水的时候，如果有复合肥的话，可以放一些在水里，这样能让它开花更长久，长得更旺盛。最需要注意的是，当鸿运当头的花朵开败之后，它的枝叶会迅速枯萎，接着会在上面长出很多新的小芽，这个时候建议10天左右一次，给它增施一些复合肥，促进小芽快速生长。因为鸿运当头一生只开1次花，所以等小芽长大后，可以用刀片从母株上切下，另外栽种，而原来的老株可以用来繁殖新株。4. 红掌。红掌又叫花烛，叶片呈心形或是卵心形，叶柄细长，花朵是橙红色或是大红色，还有一些粉红色的。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花，都有一个黄色的长长的花蕊，犹如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烛，十分的雅致大气。而且它一年四季都能开花，一朵花可以开2、3个月，花期出奇的长。它最吸引人的是寓意很吉祥，放在家里红红火火，让家里阳气旺盛，进而影响整个家的财运气场。红掌喜光，但是半阴环境也可以，不过若是想让它生长健壮，长长久久的开花，还是要适当给予光照，放在光线明亮但没有强光暴晒的地方。养护时可以经常擦拭叶片，这样能让叶片更加油绿宽大。5. 君子兰。君子兰到了花期，能呈现出群花绽放的奇观，十分的漂亮。就算不开花，油亮的叶片两两对称生长，也是一盆不错的盆景。在风水界，君子兰一直有招财的功效，除了招财之外，君子兰还隐藏着令人意外的辟邪的功效。所以如果家里君子兰养得好，传承下去，自然会给子孙带来财运。一般情况下，君子兰的叶片达到7至8片左右就具有开花的能力，养护得当，一般1年至少1次花。如果养得好的话，可以让君子兰1年开2次花。如果想让君子兰开花，要选对土和盆。首先土壤建议疏松透气的兰花专用土，花盆则建议使用宽大的紫砂盆。平时养护位置建议放在光线好的客厅，然后大概1个月用1至2次复合肥，到了秋季适当增施一些磷钾肥，这样能让君子兰在2至4月的时候开花。养护君子兰最容易遇到的就是加见的问题，想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，在秋冬的季节一定要保证光照多一些，温度不要低于10度，这样才能开花更久。6. 富贵子。富贵子是一种观果植物，一般春天开花，夏天结果子，果实红彤彤，鲜艳喜庆，而且果实通常会挂果超过半年之久。富贵子的果实都爱集中在一个地方生长，一般都长在枝叶的下面，远远望去，上面叶片翠绿，下面果实鲜红，一串串果实在绿叶的映衬之下，显得热烈火又喜庆，整个株形美观大气，是不可多得的观叶观果花卉，尤其适合点缀客厅。而且它的寓意很吉祥，在彰显主人家居品味的同时，还有旺财添福的美好寓意。想让富贵子生长健壮，挂果期长，要把它养在光线明亮但没强光直射的地方。盆土摸起来像洗衣机里面甩干衣服的湿度的时候，证明需要浇水了，这个时候要浇透水。
富贵子常见的病虫害有根腐病、叶斑病和实心虫。平时养护的时候需要通风良好，尤其是在室内养护，一定要经常的开窗通风，保持空气流通。如果长时间密闭，再加上高温、高湿的环境，就容易滋生病虫害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我们下期再见。